中外老人吧带孩子方式太不一样了。咱中国老人最爱说的一个遭罪，一个上火，已经把温迪整疯了。最近我们不老出去玩吗？我爸不太乐意，跟我说你别老折腾孩子，多遭罪。要不就温迪他爱玩，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去，你就陪孩子搁家。温迪问我什么叫折腾？我说我爸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带着他去坐飞机、坐火车，就是折腾他。温迪说那什么叫遭罪？我说我爸认为呢，旅游也叫遭罪。温迪说那我这次来中国遭罪也没剩几天了，你就让我折腾一下孩子呗。我下次来遭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但是哥哥，你也可以来加拿大遭罪，遭大罪。到时候我们全家调休都来折腾你，都来折腾你。他不理解咱老人心中的折腾和遭罪，更不理解的是上火。在成都熊猫园人山人海，我爸就抱着拿铁说不过去，说人多孩子上火。温迪买的饼干给拿铁，我爸说别多吃，吃多还上火。温迪老给孩子喝橙汁，我爸说别多喝，喝多还上火。温迪实在理解不了了，问我爸火在哪呢呀？火呀，哪有火呀？我爸说火在它里边啊，这里边有火。温迪说那孩子里边怎么能有火呢？拿铁体内有酒精啊，酱香拿铁怎么这么易燃呢？它易燃呢？它。我爸跟他说你对火的了解太肤浅。你看拿铁自从出门就没拉，这就是上火。我看他这样，我上老火了。温迪更懵了，你出门也没拉呀？那怎么什么事儿就是上火呢？什么事儿就是上火呢？不光是文化差异上，啥事儿他也不惯着孩子，那是真不惯。我们在溶洞参观那天出来以后下山是可以坐一个绳索秋千下去，我就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票，35块钱一个人。但是小达一看呢就吓哭了，说绳索他不敢坐，他恐高要走下去。这要是我爸我妈哈，肯定心疼的不得了。不错，绳索什么玩意儿，打他。温迪刚开始也安慰小达一番，后来发现无效，小达泪眼汪汪的看着奶奶说，那么奶奶你能陪我走下去吗？他奶说哦，亲爱的我爱你，但请不要做梦。你不想玩我也想玩呢，你不要道德绑架我。这么着吧，你呢走下去，奶奶滑下去，到时候咱们呢在山脚下汇合。你一见到奶奶呢，你把你票给我，奶奶呀再走上去，把你的票给划了，把你的票给划了。奶奶和孙子孙女吃冰激凌，永远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选口味。小达要是选完了一尝发现不喜欢，想跟他奶换，那绝对不好使。刷牙也是，我爸那是连哄带骗，甚至亲自上手代刷，但温迪全凭自觉。幸亏我给小达买了新一代欧乐 B 圆头防蛀刷的艾莎公主版，小圆头360度包裹清洁，贼精准。全新升级的内圈 S 型刷丝，洁牙加护牙，智能 APP 让刷牙自觉起来。给温迪一个大人版的磁波旋动技术，搭配独特圆头，不找力都能刷干净。但是他平时不惯着孩子吧也就罢了，最近他不是惹大祸了吗？把他孙子最重要的户口本扔丢了，人家张拿铁不搭理他了。昨天我的小姑子为了安抚他生病的嫂子，从宠物店借回来一只小柯基，拿铁就贼喜欢，早达就跟他奶说，我觉得你应该补偿一下我的弟弟，把这条狗送给他。温迪说不是，这老板要价太贵，而且非常不合理，说这个狗是纯正的外国血统，所以贵。但是我怀疑它就是个串儿，关键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可以证明它到底是哪里的狗。早达说你说的这不就是我的弟弟张拿铁吗？张拿铁吗？早达说以后这狗就叫户口，这还是北京的户口呢。我要田野的，田野的。哎，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家大胖媳妇带孩子怎么样？就带孩子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老二呢，就老二还没看着亲爹呢。那么老大呢，实话实说，就刚出生的事儿哈，就是无论哪边算，无论哪根葱，新手爸爸指不上，天下都相同。我觉得当爸和当妈在经历培训和磨练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当妈是只要这孩子在呼吸，就有一堆事儿可愁；当爸是只要这孩子还在喘气儿，就没有事儿可愁。妈是孩子一顿奶没吃足毫升就睡不着。爸是这孩子还有生命体征就能睡着。我有时候问他，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？就咋就能睡着呢？我老公说，就用你们的话说，我是比较佛系。我说你这不叫佛系，你是要圆寂，你是要圆寂。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，那给我老公稀罕的，直接就塞到衣服领子里头去了，就像穿一耗子似的。完我就进去检查去了嘛。等我检查完之后，给我拿轮椅推出来，人已经睡着了，还掉下去，就是较大嘛。有一次我半夜一个人喂奶，完事我就喂一喂，我女儿好不容易就是要迷糊了，眼睛刚闭上，我老公咔一声大呼噜，哀嚎，就野狼哭白活嘛。关键他那呼噜就咔一声，完我女儿一激灵，完就卡那了，没有下文了。他如果继续就继续打，我女儿可能就一迷糊又睡着。他倒好，就一声没了，就我女儿等了好几秒就没声，给孩子吓哇哇哭，以为他爹没了呢。当时给我气的，但是我和我老公之间是吵不起来那种大架的，就什么叫大架，就那种就第二天回想还很过瘾的那种。因为啥呢？就我英语没有那么好，他汉语还非常差。但是你发现没，那些损词儿啊、歪科啊，就必须得是那种不加思索直接崩出来那种的才赶劲儿。你只要一寻思、一翻译、一琢磨，完了就相当于加个刹车片，那架吵的就减震了，就那感觉就好比你拎根蔫巴葱敲个蔫巴骨。这边没劲儿，那边没响，一个不赖一个。我哄孩子哄半宿，让他嘎一声给我就嘎废了。那天夜晚我想通了一个道理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讲究上头要准，结了婚之后讲究下手要损，俗称就是掐大腿里子，嗷一声就让我掐死。
这玩意儿就跟中医一样，就取大腿根部最白处，每日某时丑时各一次，配合大声谩骂共同服用，不出10余日就康复了。就是我老公的大腿的裆部让我掐上了丹青色，没有丹青色的裆部，何来有担当的男人？当然，我不是说天下的爸爸都不如妈妈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妈妈有那种天然的警觉性，这东西爸爸得慢慢培养。但是这个天然的差异呢，就必然造成了孩子对妈妈的依赖性更大。就当时引诱我女儿从我身上下来，就是换奶瓶，费老大劲了，必须得是和亲妈可以 PK 的才能被接受。所以拿铁上奶瓶的时候，我直接选择的就是飞利浦 PPS 牛奶，它的奶嘴是花瓣纹，就是模仿的妈妈的胸型设计，亲肤质感非常柔软，而且还不容易扁塌。它手柄的设计就是模仿妈妈的手指，然后里边还有一圈硅胶，可以防止手滑。就咱们都干过那种事儿，就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玩手机，结果手滑了，啪，手机掉了，给孩子脸砸了。别不承认，我就干过这事儿。然后安抚奶嘴呢，我选的是飞利浦家新安怡这个荷兰进口的马卡龙系列，因为它是扁头的，特别像宝宝的小手指，给他们安全感。但是奶嘴这玩意儿吧，小宝宝还不会说话，你咋证明它好呢？通过第三方认证，在美国接受试用的230个宝宝中，这款奶粉的接受度高达98%。另外，他家还有这款一体式安抚奶嘴，就是家长可以把手指伸进宝宝嘴里逗他。这当妈的喂奶老被咬，当爸的也可以伸进去被咬一咬嘛，做有担当的男人嘛。哎，话说四川哈，是我和我老公感情的终点。我和我这大胖媳妇在四川旅游的时候，因为麻椒分手了，我还支付的分手费。上次不跟你唠了一下，这个加拿大男子第一次来四川，因为没吃过麻味儿，也没见过麻椒，吃饭还非得用菜汤拌饭，炫进去2两麻椒粒儿。完事告我他哪都大，失去知觉了，中毒要死了，要上医院，后事都交代了。幸亏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司机点醒梦中人，说这去啥医院，就是咬着麻椒了，俺们才免去了一趟急诊。完，我老公呢就半信半疑吧，就他还是觉得这麻椒粒儿让他中毒了，完他就怕这麻椒粒儿，就躲他。第二天我领他一块去吃火锅去，我说要不就给你点个清汤的吧。然后人服务员小姐姐呢就笑了，说啊，她吃不了辣是不是？哎呀，可能是瞅人家小姑娘长得好看了，这宇宙的尽头在铁岭，男人的尊严要觉醒，跟人掰扯上了。我可以了，我不可以吗？他这4声不分，人小姑娘我估计根本就没听明白他说的是啥，心寻思你可以拉啥呀，你啥都吃不了。完人说的那你就点微辣呗，微辣也不咋麻。结果火锅上来了，我老公吃一口，脑袋又大了，给麻跑了，拎着3瓶冰镇花生露出去等俺俩去了。我跟我朋友吃完饭出去找他，人咋没了呢？后来发现他在50米以外的一家女士时尚内衣体验馆门口坐着呢。我说你上这儿坐着干啥来？他告诉我那边有麻风，有麻风。完接下来几天呢，就啥都是麻辣的，我就感觉他整个人就有点慢慢的不好了。我天天领他出去吃饭，就像带个傻儿子似的。人家一到饭店，人家问吃点啥，就看他。我可以了，我不要骂，你们不要骂我。完我就开始有点烦他了。他呢来的时候不钱包落出租车里了吗？没有钱，完天天啥事就跟着我，像个小媳妇似的。他也开始有点闹心了。完这矛盾在一个晚上就激化了。那天晚上我跟我朋友找这小饭店吃晚饭，我老公当时可能也是要被麻崩溃了。到这饭店一看，这菜单上有图，这好上来指我要这馄饨。人老板说的这个叫抄手，我老公说抄手抄脚都行，我就要那手和脚，你别给我抄，就别放料，就把馄饨捞出来就行。完事这抄手就上了，人老板真没给他加红油和麻椒，汤都是白的。我寻思这回好，他能消停一会儿了。结果人吃一口那损色。我说我不要骂，你们为什么都来骂我？都来骂我！我当时我根本没寻思，就人家在和馅的时候可以放这个麻椒的或者花椒的面来调味嘛。我当时就觉得它太矫情，哎，就当时就感觉挺白的汤，挺大个脸，挺单薄的爱情在抄手中搁浅。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咱俩给他撂着吧，咱俩逛夜市去。完俩互相瞅一眼，把他撂上就走了。夜市逛挺爽，回宾馆时候俺俩以为他能在宾馆睡觉呢，结果他那屋没人。我寻思他上哪去呢？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他兜里没钱，我就寻思你说他1分钱没有，他上哪去了呢？难道说是就地出家了吗？关键是你说斋饭咱能说就肯定不骂他吗？俺俩没招就找回刚才吃饭的小饭店去了，在门口我就看着他了，还搁6号桌呢，坐溜人让人给扣下了。我就搁这瞅，饭店没别人了，就他跟老板娘，老板娘搁那扫地呢，我就看他。我骂了，老板娘，我根本就没给你加料，就是清汤的。我老公，我就是骂了。老板娘，你说麻就麻呀，他怎么就麻了呢？
我老公这汉语吧太差了，他不会表达他嘴里这种感觉，憋半天整个我滋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我滋了。我在外头瞅，给我逗的，我滋了。完，老板娘说的，你滋了，你也得结账，你也不能说赖账就跑。你吃霸王餐的，你滋了。我进去赶紧我把账给结了，我丢起着脸。你说一个老爷们儿就一个麻，就事儿的。完，第二天在回厦门的飞机上，我就提出了分手。你们见过女生提分手还支付男方分手费的吗？我当时那家伙老有刚了，啪嚓给甩100块钱。我当时我就告他，我说这钱哈，3块钱够你公交车直达回家，90够你吃饭吃到补办银行卡。你买啥吃啥，是辣是麻，从此红尘各自繁华。剩下7块钱是我认识你7个月的青春损失费，咱俩的青春都不咋值钱，谁也别讹谁，从此咱就两清了。但是我这个人的气节呢，就发挥不是很稳定。后来他跑到宇宙的尽头提领来了，完整吧又好了。这事儿以后再跟你细唠。